接下来再往下一个城市。宝城下一个呢是统营，统营的话景点，统营的景点我们去一中央市场，这应该是我们看过最生龙活虎的市场，超扯的，就是我们那时候在逛的时候。那个鱼就突然跳出来，然后那个阿朱玛就不慌不忙的，然后走到前面，然后就把那个鱼这样子赶回去，然后还跟我说：“哦，不好意思，就是占到你们的空间。”所以这应该是我对中央市场印象最深刻的事情。这样，我们在统营也有坐缆车，然后这个缆车是我们第3个坐的缆车，然后它就是那种山上的缆车，它不是海上缆车。也是很漂亮，就是不一样的感觉。就是你到上面之后呢，还有那种观景台，因为统营小岛很多，所以走到观景台最上面之后，你就可以看到各个小岛，然后超漂亮，它就这样分布。那天天气也算还不错，也是整个天空就算蛮蓝的，只是就是我们每次出来玩就一直爬山，所以就是也不懂我们到底在干嘛，但是为了美景嘛，为了美景动一点体力是可以的，没错。缆车完之后，它隔壁就有那个叫 Luigi 的东西，Luigi 它其实叫做什么草皮车吗？还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它中文怎么翻欸。反正就是你坐在那边，然后就是很多斜坡，然后有不一样的那种轨道，然后你可以就是在那边玩。要去大陆机了。可惜是因为这边我们没办法拍照，所以我就只能解释大概怎么玩的，然后还有一些小片段。反正它很刺激，它超好玩，我们玩了2次。只是那天也很冷，然后我们又没有戴手套，因为你要这样抓着嘛，光手放在空气外面就冷到爆了。然后你还要就是大爆冲，就是跑跑卡丁这个概念，你的手在外面，然后大爆冲之后，风一定会这样一直吹到后面手真的是快断掉的那种感觉，冷到一个爆炸。但是真的很好玩，大家如果去韩国很多地方都有 Luigi， 你们如果找到有 Luigi 的话，一定要去玩。它真的很好玩，我恨不得玩10几20片，但是真的太冷了，那个手真的受不了。但是就是真的很棒，超推荐。然后我们在统营待到晚上，然后还去了一个地皮廊，就是它是一个光雕秀的，然后你就是这样跟着这样走。它整个森林里面规划的超美。就是规划很好，音乐啊，然后他们的那个动画人物啊什么的都很可爱，就是很像去迪士尼的那种感觉，很棒，我也很喜欢，就是这个灯光秀。但是这个好像是季节限定，不知道后续会不会还会有。如果有的话，刚好大家有碰到的话，一定要去，因为它真的我觉得很值得，很棒，很好看。换美食，美食的话，统营有2个东西是他们的特色，应该说是3个，一个叫中午饭卷，第二个是那个海椒吗？如果我错了，大家跟我讲，我中文真的不太好。那个海椒感觉味道很重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吃，不太敢吃。第3个是蜂蜜面包 Gurbang。那我们先吃这个中午饭卷，这也是白中原推荐的，叫做东晋中午饭卷。因为统营是靠海嘛，然后他们以前会要出海啊什么的，所以他们需要赶快填饱肚子，所以于是就发明了这种饭卷，就是它很简单，它是真的就是饭，然后包一层紫菜，然后配其他的小菜吃这样。然后本来以为这一盘看起来就这样少少的，应该吃不饱，就没想到蛮饱的。对，所以就觉得哦，果然以前的人的智慧为什么会有留下这种东西，其实是有它的原因，因为真的是可以吃很快，然后很快就可以吃饱。然后第2个是 Gurbang， 在中央市场附近
都很多在卖 Groupon 的，所以如果没有特别要吃什么的话，其实那些 Groupon 也还不错吃，因为其实应该味道都差不多。其实 Groupon 就是里面是红豆，然后外面是面包嘛，然后还有再淋一层蜂蜜。然后它吃起来也不会很甜，我觉得很好吃。像我这个不怎么吃甜的人都觉得还不错。我们吃这个 Groupon 呢，我查到他们说是那个统营第一家做 Groupon 的。然后那一间很酷，是它外面就是政府还有帮他立一个算碑嘛，或者就是介绍说这一间是怎样。然后反正它离中央市场有点远，就是在一个家，然后他们就自产自销这个 Groupon。我们晚餐吃了一个叫黑木普辛的海产完美店，我们点了鲍鱼炒饭，还有海产刀削面，而且它 CP 值很高，这么多海鲜，然后很高蚌壳类这么大块，所以整体下来其实整个食物也蛮好吃的，所以可以推大家去吃吃看。统营结束，那我们往另外一个北山，第一个景点叫做梁觉峡，然后它这边有名的是有一个超大的油桶。然后就是很可爱，这油桶真的超 Q 的，就是很喜欢它，就是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，然后放大的话，它的可爱程度也跟着放大的那种感觉，对，超可爱的。它这边还有一个超大风车，因为冬天的关系，旁边的就没有什么花草，但是我相信夏天的话，花草一定也有。它这个地方最红就是这两个东西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有去一个叫大王岩公园，本来以为它是像国家公园那种东西，就没想到它就真的只是一个公园，就是不用收钱，附近居民就是常常过去散步的那种感觉。中间就是也是有那种人行栈道可以走过去，然后你就可以走到海那边。这也是我们在 IG 上蔚山里面就是很红的一个景点，又美又不用花钱，棒，去。第三个景点是太和江国家庭园，对，又是一个公园，又不用花钱。我们在蔚山这3个景点都没花到半毛钱，很爽，不用入场费。我爱蔚山这个地方，它里面主要是晚上，它里面有一大片的竹林，超美。然后它打灯下去就很像萤火虫在就是竹林里面飞这样。我手机的话，它拍照拍得出来，但是影像的话就比较难，对，所以大家可以看个照片。景点就是这些，然后换食物，我们吃了2个，主要吃外国料理。第一个吃的地方叫做 Hawaii Seafood Truck， 这一间就是专门卖虾子料理。我点了一个 Poor Seafood， 反正就是那种超辣的虾，吃超爽，就是很喜欢吃辣的人一定会很爱这个，而且它虾子有9个，超多虾子，配菜也很好吃，我也蛮喜欢的。第二个呢是帕伊努萨，我吃巴厘岛炒饭，对，也蛮好吃的。我觉得它整个餐厅的布置很用心，真的蛮南洋风的，去吃吃看。那个沿海小城市呢是浦项。景点的话，我们去的第一个是虎尾峡，那个是浦项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地方，在海里面的手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在陆地上的手，只是大家都不理地上的那个手，有点可怜。然后很多人就会拍这种断手照啊。其实主要就是为了那只手。之后我们就去了另外一个地方，一个电视剧的拍摄地，然后是洪孝真演的。查了会把它打在这边，有点忘记叫什么名字了。那边因为其实我也没有看那一部韩剧，所以我就只有拍了就是几张照片而已。我们去的这个地方是迎日台，它很神奇，它做了一个台子延伸到海，然后上一个庙在上面。然后也是因为 coronavirus 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没办法走过去。那天傍晚的夕阳还有天空很漂亮，所以拍起来也很美。对，浦项景点就这些地方，然后换吃的。那天其实也没有吃到太多东西，我们去的第一个就是去 Our Spice 这间咖啡厅，在 IG 上就是也是很红，大家都会跟这个三面透明的这块区域拍照。总之就是它其实就是真的拍起来很漂亮，所以才会在 IG 上红嘛。这间咖啡厅也有点那个，因为其实因为政府政策的关系，咖啡厅是不能内用的，但是他们就有点投机取巧吗？对，有卖热食跟汤，然后这个在政府的规定下说是可以的，因为有开到货，所以我们
因为这个的关系得以进去这个咖啡厅，所以也是谢谢他们投机取巧。傍晚之后，我们其实就只是随便找了一间日式料理吃吧，所以这个也不多做介绍了。这就是我们浦项部分。那我们到下一个景点。最后一个沿海小城市呢是巨济岛，我们去了2个景点，一个是风之丘，一个是外岛。相信我，这2个景点就够了。让我来娓娓道来。巨济岛也是很偏僻，我们那天都在坐车，狂坐车。从釜山坐到那个要到巨济岛的那个公车站的话，就花了1个小时多，然后要再从那个总巴士站坐到风之丘，花了快2个小时。超偏僻的，认真偏僻，超远的，很累，坐车坐超累。风之丘它其实有名就是那个大风车，然后我觉得就是有点像主打那种小荷兰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它从那边你就可以走下去，有一个海港，然后那个海港就是你可以去，就可以搭船坐到外岛。我们到那边才知道，原来你要到外岛的那个整个 course 会花2个小时半吗？差不多这个时间。对，所以之后如果大家要去的话，记得就是预留这个时间。外岛呢，总结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超屌。外岛就是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他在有一次就无意间找到了外岛这个地方，然后就觉得哦这里好美哦，所以他就把它买下来，他把这个岛买下来，然后买下来之后呢，他就开始运东西啊，运植物啊，运造景啊，在上面开始把它弄成一个植物园，然后就红了，就整个大红起来，然后整个就是政府啊就跟他合作啊，观光局就可能跟他合作，然后让大家可以过去，所以他就是现在这边虽然那个主人已经过世了，但是他们现在就是家族营业嘛。真的就哇，这个太狂了，这个怎么这样？到底要多少钱才可以买一个岛？这就是所有，就是你可以，就是所有可以讲的感叹词，就只有这些了，真的没有别的东西。就觉得到底要多有钱才可以买下一个岛，然后有钱到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植物园，然后又可以再从观光客的手中收取入场费，赚更多的钱。有钱人的世界。没错，总结就是一个有钱人造岛的故事。反正这就是所有的沿海小城市。然后有发现巨济岛没有吃东西吗？也是因为了要等去外岛的船，然后所以我们在那边也没什么吃。晚上的话又太晚回去了，所以我们在巨济岛就没有吃东西，我们是直接回釜山吃，也不是都没有，就吃便利商店里面的东西。反正呢，这就是所有的沿海小城镇。对，我知道很多，2个礼拜半这样子玩下来，有点累，但是还是觉得蛮丰富的，可以在这短时间之内就几乎整个南部这样玩下来，就是可以体验不同地区的样貌，真的是跟首尔差很多，各有各的美啦，我觉得。对，首尔就是都市嘛，都市有都市它modern 的一面，南部就是大自然。对，所以其实韩国的话，其实真的还不错，就是也是都市跟大自然都可以就是兼备玩到。然后喜欢海边的人呢，相信南部也有很多地方大家都可以去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我所有这2个礼拜半旅程的最后一支影片了。谢谢大家看到这边，反正有任何 idea 都可以跟我讲。那我们呢，下一支影片见啦！谢谢大家 ，See you， 拜。我觉得你可以跑后面2阶比较有感觉。你再跑远一点，你再跑过去一点，再跑过去一点，跳。哦，好，再2、3阶好了，跳，好了，卡。